开挖机能够开到这个地步，你们说还有谁？哦吼，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今天这一个东家，他自称是我的外公，他几个月前就找到我，要我用挖机帮他挖一条水沟，还跟我说事情没有多久，而且不能收他任何费用。我现在都已经30岁了，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这样的外公。我才刚挖2斗就把他的水管挖到了，还好没有被他发现。我立马就挖了一斗土把水管盖住，等东家发现的时候，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然后再主动跟他说，东家你家的水管怎么是断的？然后东家也信以为真，他以为埋在土里久了，这根水管老化了，嘿嘿，就这样被我蒙过去了。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很好奇，为什么这根水管会没有水？因为东家有一口井，这根水管是用抽水泵从井里面抽水上来的，所以在没抽水的时候，这根水管肯定就没有水。我们再接着说东家是我外公的这件事，因为他告诉我几个月了，我一直没有给他来干这个活，然后他就很生气，找到了我亲外公，说我一个这么小的忙都不帮他，在我亲外公那里告状。我亲外公呢就立马打个电话给我，告诉我这是他的表弟，也是叫外公，然后要我在1天之内必须帮他把这件事情做好。后来我妈妈知道情况后也说了我，要我赶紧去帮这个外公把事情做好。其实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全怪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外公的表弟，从来没有来过他家，也不认识他。他一开口就说是我的外公，而且要我免费给他干活。我当时呢也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就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今天呢我已经做好了打算，不管他挖多久，我都一定要帮他把事情做好。外公今天的精神就是要我在这里给他挖一条10多米长的沟，然后他又买了10多根水泥哈管，要我给他掉下去安好，再用土把它肥理好就可以了。本以为今天就只挖到他一根水管，可没想到我一个不注意就把他的电线也搞断了。我也真的是服了，每次出来干活总是闯祸，不是水管就是电线，让徒弟在后面看着都感觉是不是找错了师傅。就这个技术还出来教徒弟，确实有点丢脸。我们把水泥哈管安好之后，为了防止2根管子的接头处被水洗空，我就给外公提了一个建议，要他用混凝土把接头处包起来，这样就不会漏水了。在休息的时间呢，徒弟也没有闲着，他就在后面给我揉揉肩膀，嘿嘿，有徒弟就是好啊，又能陪你聊天，又能给你揉揉肩，每天开挖机就不会那么无聊了。把管子的接头处全部放满混凝土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回填了。因为混凝土还没有干透，填的土就只能轻轻的放，而且还不能压紧，怕把管子压坏了。把这条沟全部填满之后，因为刚才电线被我弄断了，所以外公跟我说要把线架高一点才行。刚好他家旁边有一根废弃的电杆，他就要我帮他把这根电杆调出来，然后把它移到刚才电线断了的那里去。好不容易把电杆移过来，在准备立起来的时候，又差一点把另外一根电线也刮到了，最后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根电线从电杆上取下来。我估计啊，此时此刻外公心里都在想，这个外孙是不是我不给他挖就会用，所以他故意把我的东西弄坏。大家一定要给我作证啊，我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把电杆放到坑里之后，然后就用土把它填起来，接下来就要外公把电线插到电杆上面。可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根电线短了，现在接不上了，这下怎么办？只能溜了，反正他又不要给我工资的，先溜了再说。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回见。哇，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树的树根这么长，挖机都快提不起来了。哦，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眼前这一栋老房子是1年前我给东家拆的，现在已经建成一栋新房子了。当时我在给东家拆老房子的时候，还给他闯了一个祸。你们看这些电杆和路灯杆倒了多少，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祸我给东家闯了多大。不过万幸的是没有砸到行人和路上的车辆，所以东家就没有怪我。后来就叫了维修工重新换了几根新电杆。我本以为我给东家闯了一个这么大的祸，他再也不会叫我做事了的。没想到啊，他房子建好之后，后面还要建一个院子，所以又把我叫过来了。东家首先给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把房子后面的这一块地先全部给他挖平。由于东家房子的2边都是别人家的房子，靠得比较近，车子就进不来，所以只能用挖机这样一斗一斗的水到后面去。由于呢这个倒土的地方实在是太远了，我抓了一个上午才抓了那么一点点。到了中午，东家说我辛苦了，特意给我做了5个菜，
就为了招待我一个人而做了这么多菜，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吃饱饭之后，我完全没有休息，更加卖力的在这里甩土。但是呢，随着倒土区堆的土越来越远，土至少要甩3次以上才能够甩到位，一天下来也没有甩多少土。然后我就给东家提了一个意见，跟他说要他叫2台挖机过来，这样效率就快一点。东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所以在第2天，我又把我的另外一台挖机也拉过来了。你们看，2台挖机干活，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陈叔，来，喝点水。哦。喂，我今天有空不？找你玩呀？可以啊，应该有空。行，那我先忙。谁呀？我在一条时候找的女朋友啊。我也挖过，怎么没有找到呢？那你就肯定是在别的地方下的，你要认准我的左下角。输入你的喜好，系统会给你匹配同城本地的大神美女，喜欢就直接聊，语音视频都行，不喜欢就去刷同城动态，本地的同城美女都在这里玩。原来是这样啊！你重新点我左下角下一个，现在女都拿少，女生都很主动，有喜欢的咱就处，法政司附近的也方便。行，我一会重新下。我和表弟2台挖机就这样一斗一斗的甩，从白天甩到天黑，还是没有甩完。最后干到晚上9点钟，实在是吃不消了，就下班了。然后呢，就来到了第3天，因为昨天晚上看不清，所以这块地没有整平。东家说还要降下去5公分，所以又重新挖了一片。这堆石头的下面同样也要整平，所以我们就要把这堆石头先移到刚才挖好的地方。石头挖好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这堆土也要甩到后面去。在挖这个树根的时候，实在是把我吓了一跳。这个树根哪里这么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的树根。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个是什么树的树根？在我和表弟挖了快2天半的情况下，最后只剩下一点点土了。现在只需要1台挖机甩土就行了。然后东家就要表弟继续在那里甩土，我的挖机呢就在这里给他挖一条围墙的地基。他挖这个围墙的地基主要就是想把这些石头用掉，因为车子进不来，这些石头又拉不出去，要是放在这里呢又占地方，所以东家想来想去，干脆就建一个围墙。这个围墙不但把这个院子围起来了，而且还能够把这些石头用掉，所以说是一举两得。我把沟挖好之后，接下来就把这些水泥梁一根一根的爬立在沟里面，这个沟的宽度刚好可以并力爬2根。这些让东家头疼的水泥梁就这样被我利用起来了，帮东家解决了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中午吃饭的时候，东家又给我准备了5个菜，真的是太丰盛了。我突然脑袋里面有一个想法，要是每天都能够在东家家里面吃饭那就好了。很可惜今天就干完了，吃不到了，因为只有一点点事了，表弟就先把挖机开出去了。整整3天的时间，终于帮东家把事情做好了。你们看，整平后这个院子看上去就大很多了。又过了半个月，东家把院子修好了，然后选了个好日子乔迁新居。我挣了东家这么多，怎么说也要来道个贺，随礼吃席。但是呢，因为我当天有点忙，迟到了，我12点半才来，东家12点钟就开叉了，所以等我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快吃完了。我转了一圈，每一个桌子都坐满了，又没有地方可以坐，所以我就干脆没吃了，又省了一个红包。最后带大家看一下东家房子里面的装修，在农村这种现代方格房子，你们说漂不漂亮？既大气又美观。想到这个房子我也是建设中的一员，心里就很开心。这样的别墅你们喜欢吗？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回见。